大纪兴武18年，徐牧以身入局，助元昊清君侧，斩奸相萧远禄，元昊悍然离世。徐牧封一品宰辅，却与元安昏庸，陈长庆掣肘，又封北狄犯边，朝堂议和。徐牧被处为一品不疑后，联手长四郎挥师北上，智取河州，驰援望州，与北狄铁骑展开死战。然30万北狄大军早已攻城数州，望州城墙破败不堪，军中力竭精疲。纵使徐牧派兵驰援，又能坚持多久呢？弓箭手，好射！小东家，你发现没有？他们擅长骑马冲杀，但攻城这种事情，并没有太大的优势。只可惜啊，挖的战壕和陷阱都用完了。长卫司虎，在，扔火油罐。是。快！看，敌人退了。连老将军，这一次敌人受挫，下一次便是猛攻。是时候该撤离望州了。什么？放弃望州城？小东家，国土不可弃呀！连老将军，望州城这等情况，就算再给你3万人，你能守得住吗？你看这城墙，已经是4处开裂了。不过，河州那个姓赵的，他不会让咱们进的。赵青云已经投敌了，我已率部拿下了河州城。赵青云投敌了，这个孙子！老将军，河州城高墙厚，比起望州更易防守，而且城内守城物资极其充沛，光烽火石都有数百枚。好，小东家，我信你。老将军，这次敌人的统帅是何人呢？是北狄韩王的胞弟拓跋肇。此人曾经放言，这1役过后，要让中原100余位将军的皮在脚下践踏。哼，口气倒是挺大的。这一次撤出望州，我要设个杀招。没问题。吴哥，我们怎么做这个杀局啊？司虎，你还记得我们在望州城生活了多少年吗？木哥大我2岁，我今年16。司虎，你个驴儿操的，你今年24了啊？哦，那有20多年了。我等小时候靠乞食活下来的。这数日的攻守，望州早已不堪重负。若北狄再来一轮火崩时，望州城恐会崩塌呀！司虎，一会儿你带人去北城门附近，把石板都掀起来。木哥，掀了做甚？取一些易燃的东西，把它埋进去。石板盖上之后，留些缝隙，多灌些火油进去。听木哥的。木哥，都按你的吩咐埋伏好了，那帮老兵也帮了忙。这一把火，应该能让这几万人安全离开望州。
小东家，小东家，敌人又要攻城了，马上就会杀上来。莫管这些，老将军，时间差不多了，你先带人撤吧。那小东家你，我带3000人殿后。你放心，这3000人都是轻骑，很快便能赶上。城中的物资先不要带了，可以少带些粮草。为何呀？这赵青云如今就夹在2城之间，他上有2万轻骑，若是我们带多了辎重，被赵青云截住，反应过来的敌狗也过来夹击，则我们大祸临头。行，我听你的。老将军，速速动身吧。好。小东家，保重。保重。点火！是。我们打向望州了！啊！我们打向望州了！大巨人骑士不能倒！诸位，开战吧！后虽穿越而来，但在这座城里发生了太多的事，如今要毁了这座城，心中竟然还有些不适。大晋永昌1年，望州城破，30万北狄大军进入中原，徐牧带领连老将军退守河州，阻击北狄入关。此生望州城大火呀，一定是烧死很多敌狗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只可惜啊，没让老子碰到赵青云那个狗贼，看上他，先把脑袋砍了。老将军，我们还是先去河州再说吧。好，这先前出城，我们没有带任何辎重，现在只有仅剩几日的干粮，再不拿下河州城，我们要被困死在这里。你说，有无办法攻城？这河州城内定然有所准备，强攻实为不智。那该如何？难不成让河州的守城大将也出来算账，然后诱敌出城吗？哎呀，赵将军，别提这一茬了。如果按我的建议呢，我们可以围而不攻，可以在就近找一些木材做成梯子，还可以去附近山林里边抓一些逃命的百姓，当着河州的守将面前，让他们成为冲锋炮灰。哎，杀还是不杀，这就很有趣了。这么做会不会太慢了？哎，不用着急，我之前就说过，这望州城是守不住的。那个小东家居然还敢去望州，那就是死路一条。待我北狄10万大军会合，这望州怎么守？哼，有道理。但黄道顺，我总觉着徐牧那小东家或许会出现奇迹。赵将军，你是被打怕了吧？我早就说过，我只是露了一侧，只要他再敢与我对峙，我只要不轻敌，他一定会输得很惨。哎，别忘了，我可是北狄国师，大漠草原第一志士啊！我本不想与他为敌，怎的就成死敌了呢？哎，放心。嘿呀，
小东家，河州城外有大军围城，想必是赵青云的萧风营，除了他还会是谁？可看见赵青云的哨探了？都叫我追着杀了。他们都以为我不会武功，不愧是小长枪。萧风营应该是消息闭塞啊。咱们这边5万来人，可轻骑只有3000，萧风营4万，可轻骑却有2万。这仗不好打呀。是啊，如果他们冲杀起来，我们的营兵会损失惨重，一定要止损。这些人都是未来我们守河州的重中之重。小东家有什么想法？常威，在。带人去林中多砍一些树木。小东家这是要做甚？做拒马墙，只要把他2万骑兵拦住了，剩下的1万步兵不足为惧。是。徐将军是想诱敌？有骑兵而来的话，赵青云肯定会跑。这个狗夫最是胆小。残兵败将，诱敌深入，哼，上策。这诱敌的人选，还得是老将军才行。本来无求鸟事，去趟又何妨啊？哈哈哈哈哈！我们从河州城而来，萧风营还不知道消息，定会以为望州城已破。老将军是慌不择路，逃奔河州而来。赵青云这个人最是贪功，如今他丢了河州城，他还需要其他的东西，做降敌的投名状，而老将军的人头最为合适。他见着老将军败军而来，定然会出城追杀。这时候我们便以拒马墙为制，在官道上埋下木戟里，等2万骑兵冲杀而至，埋伏在2侧的人马便一同杀出。到时再打响箭，让城中余文率8000人前后夹击，则大事可成。这就是四面埋伏。哈哈哈哈！只可惜这河州城外林木太多，否则可以把他的1万部族也堵在里边。这萧风营不灭，终会成为敌狗的忠犬先锋。小东家，这破敌第1功，老夫送给你。老将军，保重。走了。人各有命，但老子们的命天下最大。迎本将军将令，攻者入林，强者附身。常尉，在。你率3000骑兵抄他的后路。是。哼，城墙上那人，我估计是个反贼了。哈哈，守将于文，3品金刀卫，弃官跟随小东家，我倒有点搞不懂了，这小东家到底有什么本事啊？哼，估计是算造比较厉害。哎，赵将军说了不提不提，怎么又提了？王道春，这是你惹的祸事，到了塞北草原，你也莫怪到我头上来。还有啊，这次若是败了，你得负全责。哎，赵将军，望州城破了，我看见破城的狼烟了。望州城破，这北敌的几10万大军很快就会到河州。怎么样，这下都对了吧？只要等后方援军会合，拿下这座望州城，只是时间问题啊。哦，对了，赵将军，到这个时候，我必须还得给你再说一遍，当时我只是漏算了一策。唉，天将在，这望州城破，2万老军去哪儿了？还有小东家呢？回将军，兵未走得太远，只远远看见望州城头的狼烟，
按照道理来说，望州城破那里的守军应当是死了的，便如当初的筒子营。滚！哎，这望州城啊，常年鏖战，城内早已残破不堪，拿下望州只是时间问题。等大军一到，哼，这河州便能随时就能拿下。黄大春，你说去了塞北草原，我还能有王爵吗？去了塞北草原，我还能有王爵吗？那就要看赵将军你怎么表现了。如果说你立下几个大功，说不定入城之后能封你一个三州王爷。妈的，笑得真阴！这次丢了河州，若是没有军功，北狄怕是会把我当成丧家犬来打。报！赵将军，后方约莫10几里处出现了老卒营的残军。真的？卑职看得很清楚，那领头的人骑着老马，正是老将连勇。几人？不到3000，皆是残军败将。连勇曾带兵围堵陆离王的老将，若是割了他的人头，即便不算大功，但好歹对北狄也有个交代。赵将军，不如再打探一下小东家，毕竟这死要见尸，活要见人。你别忘了，你也说过，这小东家可不简单呐。哼，我当然知道小东家不简单，但若小东家还活着，为何不与老卒营同行啊？哦，我明白了，你是怕我贪着功劳，还是你自个儿想去捞啊？啊！再说了，这望州城破，老卒营出逃有无问题啊？没问题，不过我是想，咱们好不容易围了这个河州，我的建议是等大军到来。这大军一来，那他娘的军功归谁？报！将军，老卒营发现我等围城，要回头入山。他们想跑。追！这！哎，你就不能等等大军吗？哎，这！快，点马灯，追杀老卒营！可汗有令，枭首败将连勇。这！崽子们要入埋伏了。愿天公赐我一句虎躯，斩北狄，灭南蛮，让天下宵小，避之不及，逆影苍心。感觉不对，哪里不对？不好，是小东家！哎，好多军马强，小东家摆了拒马阵。这些老粗故意当诱饵，借诱我等来送死。赵青云，你通敌卖国，我要替天下百姓，替陛下斩了你的狗头！小子们，上！撤！循着原路返回。赵青云，
四面埋伏，要如何吵？给我杀！杀！给我杀！我们跑不掉了，这是四面埋伏之计。当初我就跟你说莫追莫追，莫要贪功，你就是不听。闭嘴！徐兄，你我等同于结义兄弟，何至如此？不如这样，你放我离开，这河州城我便送你了。你的河州，那是天下百姓的河州。徐兄，我好不容易走到今日，你我固有分歧，但我却从未想过害你啊！狗东西，闭嘴！走，去消蛇。是。狗狗！这头虎看来是铁着心要杀我。小凤英速来保护本将，助本将突围，上100两黄金。小魏，带人去冲阵，帮死虎。是，小东家。可曾听闻内城长枪？可曾听闻广州猛虎？小凤英，都过来保护本将！将军，3万小凤营在外围被四面围杀，损失惨重。我赵青云是征北将军，是三州王爷，一步一步打下来的荣华富贵，我有无错？啊，老子无错。徐兄，你我是一样的人，凭什么你做了宰辅，这天下人便敬你拜你，而我拼死守护河州，我的征北将军却无人提起，啊？凭什么？林勇，你我小凤营，为什么偏要帮一个造反的小东家？大计再乱，也是内部的事儿。然而，你卖国求荣，就是千古的罪人。凡中原之事，皆可诛杀此僚。绕火营。徐兄，你讲过的，我是童子营最后一个小校尉，3千童子营守城殉国，剩我一个活着，就剩我一个人。你别看在他们的面上，放我一马好不好？我投降北狄，实则是想做内应。对，我想我去了北狄之后，便立马发动兵变，
师兄里应外合，速速诛杀！师兄，师兄，要不然我自断一臂如何？对，我身边还有个北狄国师，要不然我砍了他！你娘了个逼的！赵青云，下辈子莫要再当狗了！这样的，师兄，你看到了吗？天公自有明断。你杀不得我，继续为生。今日赵青云必决，赵青云必死。徐将军至少有5万敌狗，他们攻过来了。师兄，你杀不了我的，我赵青云注定要飞黄腾达。我没那么容易死。小东家，如果被北狄大军围住，我们阵型一乱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主子，河州只有2、3千守军，若不速速撤回，河州必然要失陷。咱们退吧。所有人撤回河州。天公无恙！将军，小东家，木哥，走！狗夫，师兄，你杀不得我，你杀不了我，杀不了我！我赵青云注定要升天化龙！没事吧，将军？儿子，我的儿子！连老将军如何了？岳母是怒气攻心，一时晕倒了。徐将军，这天公为何要帮坏人？若非这场雨，赵青云必死无疑。下次再杀。刚刚敌人追到城下，但并无办法又退走了。河州城高墙厚，不仅有护城河，更有丰厚的辎重库。只要守住河州，便败不了。战损几何了？如今河州城内，算上连将军的老卒，尚有4万多人，总计战损7000人。徐将军，我估摸着北狄人准备要入关了，他们一直想入驻中原，河州是最后一座前哨。怎么没看到司虎？司虎和常伟2个
带了家伙去砸城里的军公庙了。干得漂亮！我耳朵呢？找到没有？将军，当时太乱了，被只马儿嚼了。那马儿呢？跑丢了。赵将军，你现在是一只耳将军了。皇兄说笑了，你我二人素有交情，等同于结义兄弟。何出此言呢？还结义兄弟？我谢谢你。昨天晚上你不是还要拿我的人头向小东家投诚的吗？皇兄，话术而已。我赵青云怎会做出伤害皇兄之事啊？我可告诉你，你失了河州，就连那老将连勇你都没杀掉。左韩王现在可是极为不满呐。说笑了，我收拢残兵之后，这笑风营尚有1万多人马。哎呦，就你那些残兵能堪何用啊？你知道我北狄左韩王能稀罕你这些残兵败将啊？哼，这左韩王自然是不会稀罕残兵败将，但左韩王一定稀罕有什么法子可以攻破河州。皇兄别忘了，我在河州经营许久，自然留有后手。什么后手啊？说说。哎呀，皇兄，我旧伤复发，难受。我和你说啊，你可别故弄玄虚。眼下可汗王攻打望州，死伤颇多，正愁着想带个人出气呢。哎呀，皇兄，我赵青云是个实诚人。你可真狗啊你！宇文，这街上人怎么如此之多？许多百姓听说是内城来的大军，都纷纷的当起了民夫，帮着抢修关墙。甚好。徐将军，探子来报，若敌人合拢，至少有15万的人马，就算是再坚固的河州城，也难招架如此多的敌狗。宇文，你想个办法，查出赵青云留在城中的案子，把他们都揪出来。没问题。徐将军，长阳还有另一条消息。什么消息？豫州王攻打长阳城，新帝迁都去了慕云州。这是陈长庆的主意。长四郎兵至长阳，慕云营的人不敢打，等着救国营死了2万人后，趁着豫州军还未进城，便带领大军从后门出了长阳，往慕云州的方向迁都。长四郎丢了长阳，长四郎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在国庆侯的坟山附近修建了一座忠义庙宇。若是国庆侯泉下有知，定然会悲痛万分。这跌跌撞撞的大计，薛母是要一条路走到黑了。薛将军是不世出的英才，我宇文看人不会做。这纷乱的天下，还得靠薛将军来救啊！借你吉言。方才探子来报，说是左韩王为了防止我偷营，立了3座营寨，护城犄角之势。看来这场仗不好打了。这是怎么了？昨夜有人往城里的13口水井全投了毒粉，百姓喝下去，死了7、8人。
竟如此歹毒！下毒的人呢？抓了3个，但都设下藏毒。还有几个要偷袭我，被我杀了。木哥，你说我该不该杀？他们应该都是死士，你就算抓了，他们也会自杀。这些人应该就是赵青云的案子，你杀了也无妨。哎，幸好北城门那边有2口井水能饮，趁2口井，严密保护起来，加派人手巡逻。说是水还不够，便去望州城外的清泉城，那里是长四郎的地盘，赵青云的人应该是进不去了。是。左韩王威武！不仅河道被劫，我另外派出暗子至整个河州城，除了北城门附近，其余的水井都投了毒。哈哈哈哈哈！赵青云，这次你能开得了河州城门，我记你一大功。不过，我的安达呼延车死在了长阳，你的意思便是那位小东家下的手？的确，这件事我查得很清楚。那小东家的眼睛大不大？圆不圆啊？可汗王放心，足够用来喂鹰了。还跳劲儿了？此为何物啊？铁刀车。铁刀车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徐将军，这东西怎用啊？说是城墙塌了，可推他去堵。以连某看啊，此物无甚大用啊。如果城破，意味着敌人势大，即便用此物来堵，那敌人也可以翻墙而入啊。老将军说的有道理，但若是此物使用得当，便是一道移动的城墙。你看这上面有几十把钢刀，若是敌骑来袭，怕不是要戳成无数个窟窿出来。徐将军的意思是用铁刀车来对付北狄齐军？有这个意思。徐将军莫非要出城鏖战？过2日你们便知道了。于文，你挑选一些壮实的士卒出来，动用河州城的物资，这2日应该能制出100来架铁刀车。好，小东家，那我做甚呢？你是知道的，我这几日身体好得很啊。老将军，你莫要着急，你是我们的杀招，你带2万人就埋伏在城北附近，多带箭支。这话是何意呀？难道敌人要破城了？这城中有不少内应，既然揪不出来，那就将计就计，杀一杀敌狗的威风，壮一波守军的士气。看来小东家是有计策了。还请各位军爷放我们出城取水。是啊，没水喝了，我们都快渴死了。快开开门吧！对，快开门，放赵将军进城。投毒偏又留了2口水井，分明是以取水的名义
聚众抢夺城门。也只有赵青云这种人，才想得出这么笨的办法。四虎，开城门。好的，木哥。兄弟们，城门开了，跟我走！杀！怎么回事？关门打狗！不好，退后！快！让你们退了吗？小东家，战果可喜啊！一共得到了4000多匹战马，加上之前的，我们可以组成万骑了。哈哈哈哈哈！老将军辛苦了，想必这段时日，敌人应该不会再有异动。敌狗起兵20万，这塞北草原上近100个偏远部落，这回也受到了征召。算上之前第一批援军，加起来就20万。算起来是整个北敌几乎半数军队。小东家知晓了吗？这是主公的情报啊，他应当是不知道。再者说了，小东家立足时间太短。李破山有消息了吗？查不出啊，再往深查，好不容易埋下的2颗案子，恐怕要被拔掉了。唉，这天下的英雄属李将和小侯爷，小东家也算半个。主公也算。我是个反贼，就不取这英雄的名头了。仲德，你留在内城，帮我照看一番。主公去哪儿？这加起来30万的敌军，我若不去，这一次就没人能帮小东家了。内城我留3万人给你，我带3万人去一趟边关。主公，这6万人中有许多尚是新军。这一战能活下来的，回到内城就是老兵。生在这一乱世，俱死无益，还不如吊着我杀一把。等会儿我给你写封信，去送去燕州，问问那个无耻3的矮子王爷，愿不愿意去边关帮一把。左右离着河州的最近的，就属他燕州了。主公，可他若是不愿呢？那就算了，等老子回过神儿，亲自去一趟燕州，把他调着到。吾刘仲德，恭候主公凯旋。徐将军，这左汉王莫非是怕了吧？敌人应该是在等援军，看来他们这次是势在必得。新地迁都，内城混战，那些个定边大将还有外州，个个仿佛国中之国，各自为政。说是敌人想吞并大计，眼下就是最好的机会。那接下来岂不是会有源源不断的敌军来袭？给禹州王去信了吗？去了，但那些信鸽都被贼子杀光了，只得派了3个游师，希望速度能快一些。欲问，火崩石、木炭还有火油都准备好了吗？徐将军放心，都备着呢。雷木也有上百颗，亦可做长枪。徐将军要这些做什么？做杀招。幸好这河州城内有如此多的守城物资。赵青云这个狗夫，天知道费了多少力气才搜集这么多东西。不过现在都是我等的了。哼！这个贪生怕死的狗夫，经营河州这么久，自然是有不少底气。徐将军看得没错，那些敌狗开始增援了。如此多的人，
莫不是把草原的所有部落都派上战场了？敌狗这一次是铁了心了。这么多人，估摸着得有30几万了。边关100年来难得一见，我连某有生之年能参与这么大的战斗，死而无憾了。我们的背后便是中原腹地。说河州城破了，则山河硝烟四起，百姓生灵涂炭，永无宁日。我等身为士卒，守不住这中原河山，与朱权何意？好，连老将军曾经说过，士可亡，而中原河山不可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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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可亡！全军开战！弓箭手，放箭！真娘的！将军，木哥，这是啥呀？这是我研制的飞火枪，点燃之后投向敌人的云梯。四虎，试一下。好。好，四虎，接着打，瞄准点。好嘞，来，士兵一起扔，快，如此力气，赵青云，那是什么东西？尚不知。真是个废物！来人，通告前线大军，攻破了河州，南下屠城10座，且有一场快活。是。好好看看我们北狄人是怎样养羊的。每人带1枚火崩石，3罐火油，2杆铁枪，再带上铁索。是。我等这6000人，此去是为毁了敌人的攻城器械。老子要带着你们，让敌狗们看看马战是怎么打的。若是我等死了，青山自会留忠名，竹书也会称英雄。杀他娘的！杀他娘的！杀他娘的！我等6000人冲击20-30万敌人，无异于以卵击石。所以出征之后，我等便往西走。若是敌人来追，便以10人为一队，结锥子阵，举铁索，10骑相连。小东家，这是连环马阵。敌人定然想不到我们会出城反击，攻城在即，不会派太多人来追杀我等。只要我们能击破他们，便有机会撕开一道口子，毁了他们的攻城器械。东家，我随你一起。好，卵不大，都是条汉子。
诸位，率6000小骑，随我出征！是！寒梅破雪，我自破天，剑却比我눈寒。 韩王，这劫杀小东家由我等来做就行了，你何必亲自出马？哼，杀他是为了乐子。不过这小东家有点手段啊。我草原帝国的子民能杀得中原人不敢相抗，不是没有道理。不说这100年，即便是往前推个3、400年。 中原王朝鼎盛之时，尚且不敢以奇行治军，与我北狄拼杀。这小东家怎敢呢？啊，10马连环，怕不是叫个傻子连环马？哼！杀！保护北韩王！保护北韩王！保护北韩王！撤！将军，我倒可曾见过中原骑兵能打破敌军骑军的。敌人善骑，这于我中原而言便是最大的威胁。但徐将军看似却是赢了，真是神乎其技。列位举刀，砍翻登城的敌狗！徐将军此番做，是为了救我等，救天下百姓。我等应当以死相报，乘胜追击。得令，得令。 全军迂回！山孙，将近14000人，这便是差别了。什么样的将，就带什么样的兵。莫非是说，我以北狄的韩王？ 敌不过一个小东家。哼，小东家居然逃出重围了，天知道他想要干什么。小东家这一手绝地求生，当真是玩得不错。主业，鸣金收兵，10万敌骑分为10组。 轮番夜射城关，绝不能给中原守军放松的时机。徐将军，徐将军，我等就剩4000多人了。还是那句话，打仗没有不死人的。说是我等不出河州，不替河州分散压力。 凭着敌人精良的攻城器械，河州定然是守不住的。徐将军，若是敌人的战事停了，那我等该怎么办？先暂时休整，到了寅时，再绕到敌营去。司虎，带些人跟我去伐李牧。是。 国师，你怎么看？这10骑连环马的确是非同小可，但我北狄轻骑却不善军阵之法，恐难成此一军。我就想不明白了，
原本胆小的继人，跟着这位小东家，为何能一下子变得如此生猛？报，汉王，有人偷营！哼，我早就料到这些宵小会来捣乱。去，通告各个部落，留在营地莫要出营追击，留在营地小心防范。投石车，哪来的投石车？可汗，依我猜测，此前至少有3万敌军埋伏在此附近。这会儿趁我军疲乏的时候发起进攻，召5万轻骑，随我出营绞杀。我等临时赶制的投石车，怕是用不了几次就会坏。四虎，还剩多少火崩石？木哥，还剩30枚，够用了。徐将军，要不要回河州？我等在河州城之外，那左韩王便如鲠在喉，要时时担心。营中不仅要留人马，还会派大军来追杀我等。如此一来，便能给河州城的守军分担巨大的压力。小东家还没消息吗？徐将军并无消息，不过昨夜敌人营地似是起了一场火势，我怀疑这是他做的。我等没有辜负了徐将军的热血。敌人又要攻城了，尔等斋公，随我守住河州。看来河州真的挡不住了吗？小东家，我若回不去了，你替我告诉我家少爷，小爷在边关没折他的脸面。常威，我们死不掉。待会儿我便带着大家杀回望州。徐将军，我们不回河州了吗？河州城迫在即，眼下这是唯一的办法。敌人举30万大军来攻，若敌后方空虚，我等深入草原，在后方亲上，就能牵制住他们。徐将军，我等就3000骑，当真要入草原吗？当真。山河破碎马蹄疾，谁知清风里寒霜，不一我这里有一份地图，是从北狄陆离王的儿子吴彦车那儿得来的，上面记载了草原的路线，还有各大部落的分布图。这一战，我们注定要名扬天下。或许你们不知，曾有一个年轻的将领，率800骑深入大漠，2度攻冠全军，获封冠军侯。如今我等有3000骑，何惧草原满狗啊？不去，不去！待会儿本东家便带你们杀出一条血路，记得告诉那些敌狗，我等要入草原，捅烂他的王庭。们要封狼居胥，封狼居胥，封狼居胥，封狼居胥。左韩王，小东家逃了。哼，虽然那小东家有些本事，但在这等的攻势下，又如何抵得过北狄30万大军？加之精良无比的器械，足以把整个中原平推了。本以为小东家会赴死一战，想不到却也是个逃兵。去，派人给我截杀他。豫州3万黑甲军入城驰援，恭迎豫州王救国。
吾乃左韩王麾下，一律拔。城内可有人敢应战？小东家，我来助你。那又是谁？韩王，那人是渝州王常小堂。他很厉害吗？如国姓侯一般。中原王朝都乱了，这些人想做什么？我塞北草原的子民，乃雄鹰的后裔，莫非做不得这中原之主？韩王放心，北狄人定能称霸整个中原。好了，闭嘴吧，一只耳。哼！木哥，北狄马不知抽了什么风，突然都不追了，似乎在害怕什么一般。来将可敢留下姓名？我是你爹。王了！别眨眼！真心很帅。这便是渝州王。韩王，小东家率领3000人马往北逃离，已经过了望州了。过了望州，这傻子想做什么？依我看来，他是想吸引追兵，帮河州城解围吗？听迎兵说，他们是想去漠北草原捣毁王庭，还要封什么狼居胥。封狼居胥，那又是什么东西？我3万精骑，拦不住一个3000人的残兵败将。该死！等我攻破了河州城，本王要亲自扒了他的皮子。本王便不信了，什么狗屁的渝州王，能拦得住我北狄30万大军？狄狗儿，磨磨蹭蹭半天，到底打不打？老子快要睡着了。我他妈来了！叫！叫！你可识得呼延？小东西，我困了，晚一点儿再找几个能打的过来。哼。常少爷，我想带这些人从南门绕去驼头山，去驰援寻墓。你留在河州吧，这些马儿翻不过驼头山，你去了也是送死。再说了，外面有帮手。帮手？常少爷派了帮手？并非是我，不然你以为这些北狄的马儿为何会抽风？我还以为敌人自乱阵脚，是被常少爷的气势给吓住了。我再是能打，也镇不住这1000万的马儿。你若仔细观察，这些北狄的马的马腹下被人抹了狼粪，至少有数千匹。你我的先辈抵御北狄寇关，想尽了法子。我要是记得没错，这法子叫借狼精马。确有听说。这个借狼精马的配比非常复杂，也非常难做。你知道这是谁发明的吗？这倒不知。李破山。什么？征北将军他还活着？
小东家这一次去北狄腹地，若有机会让他们相见。我们现在能帮他的，就是抵御这眼前的30万大军。若是小东家这一次死在北狄，我长死郎就算豁出这条命，也会替他杀了北狄左汉王。河州城新增3万4守军，这批守军装备精良，剑术高超，我们战损太大了，继续攻城。是。汉王，不如闭嘴！攻不下河州城，何谈入主中原？报，韩王，那小东家带着3千骑攻下了庸关。什么？庸关不是有守军吗？庸关只有几千人，守军被小东家诱敌出城，一举全歼了。那追剿的万骑呢？被小东家骗去了其他的方向，发现回赶时，庸关已经被攻破了。韩王，庸关再往前就是草原啊！几百年来，从来都是北狄伐冀，他一个冀人敢杀入草原，凭什么？没事，他去了草原也是个死。虽然北狄只剩下了小部落，但哥哥骁勇善战，莫要忘了他只有3000人。不行，黄道春，去传命令，派1万，不，2万轻骑，速速追剿徐牧。是。赵青云，你最好祈祷小东家别做得太过分，不然我砍了你祭旗！大军继续攻城！杀！都好，一若草原300里，一个人影都没发现。狡猾的中原人，这长长的烈火狼烟，一定是中原人的诱敌之计呀！不好了，草原边境附近几个小军寨至少被冲杀，死了一大半将士。这些人可都是咱们草原的勇士啊！古往今来，只有敌寇入中原边境，哪里有中原人杀入草原的道理？我要杀光中原人！都好，日格尔的部落又起火焰了，快回草原！你去通报左韩王，不得有我。是。中原人数百年来到这儿的，只有我们了。犯我中原者，当诛！小东家带我们杀入草原，这数百年来，我中原大地又何曾有过这样的壮举？五哥，我等壮哉！诸位，鄂州城还在坚守，只要他左韩王够胆，敢对我们不管不顾，我们3000人只要不死，在这草原的后方继续给他搅乱。前线的敌人大军士气必崩，我们现在要做的便是长驱直入，力挺扫穴，一举荡平敌军。记住我说的话，不要交战，遇到敌人便跑。是。齐枪所指，寸草不生。随我冲锋！驾！汉王，那小东家不光烧毁了草原80个军寨，他还说什么？他还说要杀入王庭，秦可汗。哼，他妈的！汉王，军寨被烧之事传到了军中，已经有些许将领感到不满了。
我怕长久下去要出乱子。依我之见，应当速速回草原。回去做什么？准备我们要破河州了。哎呀，有那个渝州王等在前面，他已经杀了20个千夫长。前有狼后有虎啊！看来这次我是真的陷入被动了。莫非这小东家在草原生活过？怎么如此熟悉草原的地势？风萧萧也正寂寥，万马千军城外高悬赤手。回到湘江山，谁能当我望边笑？哎，北狄的老狗，你们有没有能打的？若是不行，你们5个一起上也行啊！左韩王，那位中原的渝州王又在诺战斗将了。哼，别理他。赵青云，你速速带着本部人马从草原北境合围小东家。若此事成了，本王不会追究你的罪责。诺，必不负所托。国师，你同去吧。韩王，我还需要继续留在此处为你出谋划策，毕竟我可是大敌第一军师。妈的，2条中原狗，真是靠不住。哎，一只耳，你是不是怕了？我会怕他？但算造的，你有没有想过，这小东家或许是故意留在草原的？你这是什么话？我北狄可是有堂堂10万勇士啊！数十万勇士抓不住，你一个算造的去的就能抓住了？抓不抓得到我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我有2只耳朵。垃圾东西！傻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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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东西！常伟，去告诉兄弟们，该动身了。是。东家，李二哥他们不愿意走了。徐将军，我等便不走了。马儿死的太多，又顾着我等，恐怕会慢了速度。若如此，我等羞愧难安呐。本将军带你们来草原，只要还活着，便一起回去。徐将军莫劝，能来草原这一遭，我等已经无憾。憾什么憾？常尉在，带人把他们绑到马上去。是。回了内城，只要还活着，我给你们养老。我等已经少了100多个敌人的军寨，攻城的敌人军队想必已经军心涣散。再过3日，我便带你们去燕州，从燕州回河州。徐将军，我们这次真的成功了吗？大团大不顾，我偷你3个塔，就问你怕不怕？木哥，木哥，木哥，前方20里有一座祭祀龙城，那里有好多羊。我想喝羊汤。四虎，带人去烧了他。好嘞，木哥，兄弟们，跟我走。好，走，进。回内城，羊肉汤子管够。翻身告别，狂欢时分前。
小东家总共已经烧了118个军寨了。哎，看这个路线，他们是往西南方向去了。他们想撤？有可能。攻入北狄王庭，击杀大可汗，很有可能是他们的攻心之计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会提前在他们的行进路线上设伏，这样便可一举击杀他们。我们这次带了2万骑兵，其中一支还是烛王子2000人的皇家骑兵。倘若这次算造大师算对了的话，没准还真能截杀小东家。一之二大将军，我说过，天下论谋略，我可以排前3。傻逼，垃圾，哼，傻逼，垃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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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常尉，看看。知你烧了城邑，引来大批追兵，我便晓得你要离开草原了。特遣的内子留在将军的必经之路。2000王庭的精锐鹰夜卫前日已经出发，鹰夜卫凶悍异常，不劝将军速速离开。尔等莫要来寻我，我留在草原腹地，他们的动向我全部知晓。留在这里或有大用，若有一日你能北伐，你我自会相见。他还活着，太好了！人呢？有无人知道鹰夜卫？徐将军，我似是听过，鹰夜卫便如北狄狗信奉的神鹰图腾，特地选了各个部落的悍勇之士而组建成的，是王庭精锐护卫。据说由于条件苛刻，不到万不得已，轻易不会出草原，以攻卫王庭为己任，但有时候也会被王庭派出去，用于诛杀不臣的部落。走吧。就。韩王，那小东家近来把草原搅的是天翻地覆，今日又守了2座祭祀龙城，那草原的子民们都气炸了。听说连小王子都火大了，亲率了2000鹰夜卫去追杀。你说王子亲自去追剿，是大可汗的意思，势必要击杀这个小东家。按理说，大可汗派出最精锐的部队，我应该放心才是。可不知怎地，这心头莫名的不安呐。韩王是担心鹰夜卫的实力？我等破了庸关，灭了8个定边营，30万北狄大军一举南下，可有阻碍？并无。那小东家来了后，陆里王死了，我等30万北狄大军战损无数，如今又被困在此处，进退两难。韩王是担心小王子搞不定？那小东家是个善于创造奇迹的人，恐怕要出事情。
狄狗，昨日不敢打，今日有没有能单挑的？嗯？哼！狗爹养的宇宙王！兄弟们，前面便是狼山了，翻过狼山，我们就能回河州了。好！木哥，我去前面探探路。好，驾！小心啊！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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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将军是北帝王庭的营业卫啊！决断！起来！小五，快撤！所有人都给我撤！走！落马者，公请赴死。小爷我自己赴死。18年后，小爷我又是一条好汉。父你娘，要赴死也轮不到你。这个娃，回去你要记得，你才16岁，以后要娶姑娘生娃娃，老子们护着你。不要，走。韦小五，记住，你是青天营的种。韦小五，给老子活着，好好活着。我不走，记住。我不走。别去！李将，为何不用火鹰确定位置？火鹰一起，远些的地方便会看到，届时便会有更多的敌狗围拢。我在信中告诉了小东家，让他用引狼香、狼嚎声一起，我等便能确认位置了。我总觉得小将军这样有些冒险了。你可知前线有多少骑兵被拓跋照遣回来吗？不止，前后共6万人。6万，好，河州他们攻不下。哦，我从未在大计之中见过像小东家这样的人物啊！诸位，我大计尚有好儿郎，待会儿狼嚎声起，我整个狼山的狼群便会出阵，诸位便随我冲杀一轮。小东家，那群狼开始围攻他们了。
诸位，我想回去。木哥，回去做甚？杀王。好。诸位，追杀我们的是可汗的儿子诸王子。或许10年后，他就是新的可汗。我这把弩有200余步的射程，今日就是杀他最好的时机。四虎、常威，在。你们2人换上敌人的袍甲，跟我一起折返回去，来杀王。好，你们2人找机会诛杀叛贼赵青云，还有狗贼黄道春。是。你们其余人在此等着我。若是我1个时辰后没有回来，你们便自行南下，回河州去。我们随你去，随你去。诸位，请听我一言，群狼就算再凶猛，也敌不过3万大军。我们也只能在混乱中找机会。放心吧，他们想不到我们会折返回去的。四虎、常威，你们2人若是找不到机会，不要恋战，速速回来。是。四虎，你听到没有？你个驴儿操的，这次千万不能冲动。都听木哥了。不好，前有狼群饲养，后有狼群出阵，后方阵脚已经乱了。哪来的狼头兵？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。应该是小东家。保护诸王子安全，护驾，护驾！数万大军，2000营也卫，怎会如此？他娘的，给老子让开！老子杀过这么几人，走开！那是什么东西？不好，小东家！诸王子战死了！诸王子战死了！什么？王子死了？驾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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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君折了剑伤寒，跑了到中国，灭了若心志，拔了街头芒。若是他变天，是战胜地，此后愿有余生闲，做个无事之人。阿吉，我想了想，中原朝堂上那位，连小东家都容不下，我若是回去，怕是也容不下我。我若要回，便早回了。那你便留在这里，跟我一起。我想清楚了一件事情，约莫是那小东家还会回来，我便等着他。只要我还未死，便都等他。
永昌初年，一品布衣徐牧带3000骑入塞北草原，杀敌4万，缴获粮饷1万枚。狼山一战，与外人从中单骑飞马，怒削北狄王子后麻州的首级，后遭遇100年一见的草原冰雹阻拒前道。一品布衣徐牧退居于北狄王庭500里外，深汉之。朕弃了边关，不敢面对北狄，偏偏是那个一品布衣，却杀入了边关，鼓舞了山河。朕真的是个昏君吗？陈青，你说呢？陛下为国用心，迁都暮云州乃大兴之事。陈青，杀地南侯陈长庆的事情，就都劳烦你了。陛下放心，终于匹配上能打得过的了。宇宙王，徐将军杀出草原，会不会和退军的北狄人撞在一起？他不会的，他会向北面绕开。家穷人丑无耻3的燕王公孙祖定然不敢阻拦。该死的，我让他带兵驰援河州，他居然敢不来。烦死！木哥，这赵狗跑得太快了，若不然我们一定能砍了他。常威啊，对那燕州，你可有所了解？少爷说他家穷人丑无耻3，是个面丑的矮子。燕州虽然外有一族有染，但燕州的王公孙族用的是怀柔之策，使得燕州的3郡之地还算太平。没想到这燕州王还真是个矮子。小东家放心，燕州王定然不敢为难我等，否则少爷那边是要杀人的。小侯爷，我徐牧敬你。木哥，我想吃小嫂子做的烤鱼了。曹魏，等着我。木哥，这次回去我们怎么办呀？我们还是入蜀最为合适。没想到我这一路走来，军师倒是越来越像那正谋阳气的诸葛。但是啊，我又何尝是那踌躇不取的玄德？玄德？小东家，你在说甚啊？你们俩想不明白的。诸位，你们都想媳妇儿了吗？如果想的话，速速出发吧。好啊，走。医师啊，我们死路一条了。没想到我堂堂北狄第一志士，居然跟着你这么一个叛将逃队。孙子，都什么时候了还说这话？接着啊！哎，那前面好像有条河。我你妈！我上辈子造什么孽了我？你慢点儿。我还真以为你死在了草原上，我正准备去忠义庙，在小陶陶的旁边给你找一个好坟山，
我还找人定做了一个最好的棺木，为的就是想让你走得体面些。我这不没死吗？等我把话说完，我正准备给你做个风光大葬，杀入草原，挑了北狄王子，算得上国之大事了。说不然，在你头七的时候，给你请个10个8个的戏台班子如何？听着确实不错，但常少爷，老子真还活着。算了，也骂舒服了。说正事儿吧，我从渝州带来的兵会留在河州，加起来差不多有2万人。你杀了可汗的王子，北狄短期内不会再来犯，这2万人守河州绰绰有余。只可惜啊，没能杀了赵青云。中原北狄容不得他，像他这样的狗夫活不长久的。对了，前些日子老侯爷的2个亲信来了一趟河州，定北营的人。小东家这次入草原，逼退北狄，还缓解了定北营的战事。那2个都尉带了口信给你，方有2万守军可用。若小东家可用，他们随时跟着你，外加上老侯爷之前给你的8000虎符军，还有你藏在那些庄子里的人，加起来足足4万精兵。还有你藏在那些庄子里的人，加起来足足4万精兵。前些日子，你那个军师在蜀州打下了一座小城。小东家，这回你当真是要起事。常少爷，这回不拉拢我了？你当有自己的路要走。老子越来越佩服你了。你我已经是老友，你若开口问我借2万兵，我也会借给你，且不要你一个铜板。当今的社会，2万精兵足可以做很多事。常少爷，不必多说，说多了我怕矫情。这天下能入我法眼的不超过3个，小东家，你是其一。你我已然是老友，老子真不希望跟你打一仗。你且去蜀州吧，我等着你去做蜀州13郡的王。你走吧，老子懒得送你了。常少爷，保重。徐将军，他怎么了？一副闹了鬼似的。宇文，蜀州3王的事情，你知晓多少？只知蜀中3王的割据已经近100年了，之前给长阳的岁贡都是3家一起凑的。那他们之间的关系和谐吗？年年都打仗，请外州的军队拉拢山林的蛮民，打得不可开交。宇文，你带大队先入蜀州。文龙先生以为我打下了一座小城，大军先驻扎在那里。徐将军不跟着一起吗？我先回趟家。横枪立马在江边，身后白骨已成山。徐老，心中自有百战你什么时候回来？才不惧化作青烟，横戈跃马在河边。采薇，采薇，身后沙城微意作止。千里之灯一线天，唯有在我来斩断。为君折了天上寒，抛了刀。
头吗？若是他变天，若是战胜你，此后愿有余生前做个无事之人。太好了，有烤鱼吃了。问君曾经对的无畏，可谓不惧明日黄昏。东家回来了，主公他们回来了，东家回来了，东家，东家，东家，慢点。我这次能回来，多亏了随行的兄弟用命，还有你们，不仅替我守好了庄子，还为我打下了一座城。我徐牧拜谢大家。使不得，东家，使不得呀！诸位随我，都是为这天下走一遭的人，都是志同道合的战友、兄弟、朋友。以后啊，就唤我一声东家。我等之间并非君臣。是东家，东家，我东家如此一来，便要出事了。胜哥，叫人去准备酒，今日的扶风城大醉一场。得嘞，好，好，走，走，走。这次东家回来一定要多喝几杯。小东家，这位是李将军。李小婉，你徐墨，这扶风城便是我和文龙先生打下来的。真的假的？东家，李将军在打仗这块还是颇有天赋的。阿弟，东家长高了。小爷已经练了18种绝世武功，虎哥儿不在，整个庄子没人敢和我过招。那老瘸腿被我揍的2条腿都瘸了。阿弟，怎么跟东家说话呢？你个小犊子！我们3个老头子教你，你在这蛐蛐老子啊！师傅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师傅，你无妨，眼睛进沙子了。刀老爷子呢？打铁呢。你走之后，他就一直打铁，说你给他一个方子，等你回来之后，要送你一份大礼。我儿李破山可又打胜仗了。爹，您这是做甚呢？要入京领赏了，得找几条大的麻袋，找皇帝老儿要钱去。你怎么回来了？不打到北狄皇庭，你还有脸回来啊？换着我当年就直接兵不血刃的。估摸着北狄的那些公主们都争着要抢我做驸马呢。老头子，您别吹牛了。走了，老爷子，喝醉天仙。我吹牛，醉天仙。动物等会儿嘛。来，点就走了，这不是吧？不行，怎么就走了？走一个，那我们就先走了啊。阿弟，早点休息啊。走，好，回去早点休息啊。难得有这样欢聚的日子，先走了。这就走了？我干嘛去？
似乎干什么去啊？把盆儿端走了。哎，这家伙，你这小子！回来，我们收乌龟去。走，这样的吧。走，这家伙。慢些，不要打闹。哎，难得有这样的快活时光，让他们玩去吧。文龙先生，真是大才，当真以1000人之兵马拿下了这扶风城啊！略施小计。但这扶风城终归是太小了。主公的目标当在蜀州13郡，这何尝不是我的计划？扶风城等同于小镇，又地处边境，只能算一个暂避之所。我算了一番，主公现在的兵力，抛开落户的民夫，该有2万左右的人马。还有定北营的2万营兵，这么多的人马，扶风城根本养不起。先生可有良策？哼，浑水摸鱼。好，主公最好的机会，便是想办法挑起蜀州3王的大战。黄雀在后，取得入蜀中的机会。3王中最为弱小的便是南王，只有2郡之地。为了养活3万的部属，听说还要到处去贩马换粮。蜀王贩马？主公，怎么了？啊，我似是认得一个蜀中贩马之人，得空了得寻他一寻，说不定能问些蜀州的消息。主公需要明白，这蜀州并非善地，而是龙潭虎穴。但相比起其他地方，也只有蜀州是主公大展宏图的福地。主公啊，文龙先回房了啊。好酒，好菜，我呀，好去歇歇喽。师傅慢走。好嘞。吃饱了吗？奴家许久未曾这样开心过了。我再吃下，尝尝我新学的。我在外的时候，做梦都想吃上你亲手做的菜。晚上的时候，能够在你的身边。现在好了，我们可以从这小小的……成了！你给我的那个炼铁之法还真有点意思。我将这炉窑换成那高炉。另外，你给我的那个鼓风机，我也研究明白了。我找了几个青壮，每天就在那采。这火势比之前旺了有余啊！陈老爷子，你可真是个天才！哎，莫说这个，这钢我测试过了，硬度极其之高。若是将其打造成武器，怕这世间是无人能及啊！另外，你先前给我的那个叫什么复合弩的图纸，我也研究过了。若是将其代替木弩，别说100步穿杨，就是数百步，它也可穿杨啊！陈老爷子，你要是在我那个年代，高低得是个发明家呀！哎，你休要碰我。这弩我倒是造出来了，但现如今这弓弦的张力不足啊，怕是难以发挥作用啊。现代复合弓的弓弦为复合纤维，这东西短时间内发明不出来。老爷子，
你可曾听闻马草？马草？先前听闻南疆的郎中用马草止痛，这东西有何用啊？此地在蜀州附近，离南疆不远。马草虽无药用价值，但是却是最好的纤维材料，若是做成弓弦，张力巨大。好，非常好。那处赭石的矿脉，我已让周尊去漫采了。你想办法打下一座临近湘江的大城，接下来的冶炼，不管是巨庄还是铁甲铁弩，都有机会量产。哦，对了，你再找100来个好的工匠给我啊！老爷子所言极是。回去拿银子，明日我就让喜娘帮我去寻马杆。走了。他踢不踢你啊？狗蛋儿不踢。啊？虎子，砍了他！来，木哥，砍吧！砍了，砍了，砍！来了啊！来！我的亲娘！木哥，这也太硬了，这甲虽然硬，但是就是有些重，得需要精壮汉子。无妨，你们先用着，后面我再继续调配。魏峰，你先统管着这几副重甲，得空的时候让兄弟们先熟悉一下。东家放心。陛下，小东家入蜀了。你是说，天下百姓只知那个一品不一，不知陛下我？陛下可在今日之前写下诏文，便说那罪臣许穆乃是反贼，常小唐的同党。许穆，人人得而诛之。长庆，这根本就是无用之事。陛下，臣觉得有用。倘若我哪天闲来无事，就沿着这湘江而上，杀入蜀地，这样我师出有名，才能成就大业。说不定不仅是小东家，就连这蜀地的13军，有朝一日都会并入陛下的直领疆土。当然了，若陛下不想要，臣谋想，陛下可否让与我呢？爱卿所言极是。来人！你指就说反贼徐穆祸乱朝纲，以布衣之身引起战端，蓄兵谋反，是反贼常四郎的同伙。今昭告天下30州，愿天下之师率师秦王，匡扶王室，拯救百姓。诛杀叛贼。袁安真是闲得慌。我说这天下30州，他就算把这朝文推到西域，推到塞北，你看有没有人听他的？木哥，我看他就是想恶心你，说不定是那陈长庆的意思。天下唯二的2个狗父，一个土狗赵青云，一个陈长庆，都是狗爹养出来的种，最他娘的会使坏了。这话谁教你的？哦，这遭走边关悟出来的。四虎，你变聪明了。我打小就聪明啊。
东家，文龙先生7日未眠，说终于想出来了。他太累了，不便走动，所以就想请您过去。念主公一路不易，吾贾文龙愿以7日所思，替主公定下一策。蜀为天下之一，昔年高祖入蜀，借5万蜀兵出蜀川，耗费15年时间，以乘风之势席卷天下，统一30州。蜀州分3王，内战混乱，使百姓流离失所。蜀固然要去，但不可莽行。相反，可取一临江之城，坐观虎斗。临江城依水而建，城池巨大，人口众多，可遣陈胜从商，赚取军饷粮草。主公来了，为何不喊我？文龙何不多睡一会儿？心有大事，如何能睡得太深？吾得文龙，当是如虎添翼。主公又说这样的话。主公战天下，拒北敌，已经名震天下。主公可上拜帖送去，3家蜀王有了交好的态度，这3位蜀王短时间内碍于主公的名声，是不会有异动的。文龙可听说了？暮云州的袁安发了天下诏文。暮云州的袁安发了天下诏文。我知晓，但这些东西都是无用的。说句难听的，如果袁安手底下是3万救国营，被陈长庆彻底分化，我估计他连行宫都走不出去。能做一方诸侯的都不会是傻子。长四郎直接打跑了皇帝，主公可曾看见有哪个定边将说要讨逆的？并无。这就是了。没了小侯爷，袁安多疑怕事的性子，是坐不稳江山的。他本就是个庸碌之人，这并不可惜。可惜的是，小侯爷一腔的救国热血，终究是扶不起整个江山。主公，主公若有空闲，可去临江的几座大郡探看一番了。这是主公入蜀的第1站，需小心。就算此举不成，我还备有长远的大策，如
10年时间，休养生息，划江而治。不过，我现在似是又困了。混龙先生，去床上休息吧，无妨的。主公，此便。东家，东家，我想起了一件事情。军师带着我们攻城，那会儿有个老文人，称他为毒恶。毒恶是古书上的一种神鸟，见之必有战争。军师用离火之计跟我们里应外合，方才夺下了扶风城。遥想当初大计义军起事的第一把火，确实也是军师点起来的。圣哥，你怕了？并非是，我对东家还有军师都佩服得起。我陈胜虽是马夫，但这一路上来，似乎是看透了一些东西。大庄就要死人，要想安稳的活着，并非易事。要想终结这乱世，似乎要一战之隔。胜哥，你变了，有吗，东家？有，但是我很高兴。啊，徐老，这包袱里放了些水和干粮，里面还有金疮药，刺平的便是。我会回来的。去吧，早些回。身后白骨已成山，心中自有百战胆，才不惧化作青烟。哼歌跃马在河边，身后沙城已成山，千里之灯已先天，唯有待我来斩断。为君折了剑伤寒，抛了刀中光。灭了荣心志，拔了街头芒。若是他变天，若是战胜敌，此后愿有余生闲，做个无事之人。问君曾是对敌无畏，可谓不惧明日黄昏？曾见千军万马前，何为却与手足缘？小意思了，放心吧，我走了。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为君折了剑伤寒，抛了刀中光。走了，灭了荣心志，再见。拔了街头芒。若是他变天，若是战胜敌，此后愿有余生闲。东家，方才夫人似是在哭啊。陈兄，你不懂啊，这个就叫做爱情。
您懂？我当然懂。庄子里的八婶下月便与我结亲了。哟，二人定情已久。哎，我记得那八婶，她不是个寡妇吗？咋了？寡妇怎么了？她男人死了，难道她就要随他而去啊？更何况她男人要没死，也把她卖了。我俩是真心相爱，你懂个甚呢？这就叫有情人终成眷属。厉害，您厉害还不行吗？那是。许长公在，一会儿带几个人去前面打探一下情况，记得我们是来走访的，陌生事端。放心吧，东家。东家，这临江城江匪为患，经常打家劫舍，说是出了问题便会顺江而逃。东家，此处霸占的水匪约莫有1万人，水寨藏得太深，无法探到。方才你们入城，我每个人交了80两保头税。这么贵啊！东家，怎的了？东家可知他是谁？他是谁？如果我要是没看错的话，那便是30州的李知秋舵主，是我等这些侠儿的头。在我跟常少爷之前，见过一场。陈先生，这怎么说？东家有所不知，所谓舵主，便是30州侠二堂共同推选的首领。这李知秋，我先前听说人在西域，可不知怎的，这又出现在了蜀州。东家务必小心，此人非同一般的侠儿，他的想法，并非是杀官杀皇帝，而是想让30州的侠儿聚在一起，夺天下。但后来因为没人响应，加上差点被人谋杀，所以逃去了西域。此人武功极高，高深莫测，一般人对他了解更是少之又少。但我认得出他旁边的书童，是他的贴身死士李逍遥。微风许长公，你们2人去打探一下江北的情况。是，东家。陈胜，你去打听一下附近的山和山路。是，东家。陈先生，我们找一高处，我要看看这白鹿郡的地势。是。此地便是临江的望乡台了，看起来像是书生附庸风雅的地方。我们来此地做甚？来这里才看得清楚。白鹿郡或许不能攻下，但是攻下要如何防患那些江匪？几万江匪联合起来，也并非是没有可能。兄台是在想甚？兄台不像是个作诗的书生，也不是个狗吏。方才见兄台在这里观望了许久，一时好奇，便上前来。至于在下的姓名，这位陈先生想必已经知晓了。方才路过时便认出了我，而在下亦有过目不忘的本领。李总舵主想说什么？兄台可是想取这临江的白鹿郡？哈，兄台可有妙计？你登高远望，看见了这天穹水波，更应该看见那万般的艰苦，百姓皆在期盼。什么期盼？
有一，有十，并不是。哦，还请赐教。应当是山河无岁的期盼。国有危仪，士有报国死志，妻有欢颜，子有豆蔻风华。兄台的意思是，百姓不可易。便如这临江之水，能够载舟行船，亦能覆舟沉江；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，有意思。今日相遇兄台，当是一场相见欢。在下有预感，你我他日定会再见。到时，请兄台饮酒，还请莫要推辞。逍遥，走了。是。听闻了塞北草原的事，知秋对小东家佩服得紧。白鹿郡的水寨就在郡东20里处，溺于林中渡口。东家，我等该当如何？陈先生，这30州的总舵主，可是个杀人如麻的人。并不是。但他若是真要杀人，除开像皇帝老儿那般的，那人都必将会死。我想当年，若不是他被奸人围杀，导致受了重伤，他也不会远走西域。我明白了。无路可退，便无需再退。你我都知，主公走到今天不易。消息是刚传出来的，慕云州与蜀州边界交界，至少7股溃军，被朝堂设封为定边将，共计2万余人，即将奔赴扶风城而来。那皇帝是想不出这道计的，只能是陈长庆这个狗妇。主公尚未回来，还需多久？约莫1天的时间。李将军，我带3000人过去，若是主公回来，你便与他说，拿下临江的城郡，莫要再等。慕云州那边恐有大军来袭。军师，3000人迎战定边营，够否？扶风城上需要驻守，到时候主公回来也需大军同往。这是主公入蜀的第1战，我等定要打出威风，立稳蜀地。所以他们是7路溃军会师，要打我一座小小的扶风城。军师说是慕云州的狗皇帝给他们封了将军，还赏了不少军饷资助，所以才会行攻打之举。军师那儿怎么说？军师带着李小婉、李将军与3000人去了，还说让东家勿扰，他定要打出威风，还请东家莫要犹豫，想办法立即攻下一座临江大郡，作为我等的栖身之所。3000人迎战2万人，军师该怎么赢啊？军师说他自有妙计，东家只管放心拿下白鹿郡即可。既如此，陈胜，去把大家都叫来。明日我们要奇袭白鹿郡的水匪。是。李将军，多派300人的斥候。军师，人数一多，若是被发现，恐是有不及。无妨，我需要做的是以最快的时间探知附近的山峦之势。蜀州多山，特别是入蜀之路，山势环绕蜀道，仿如登天梯。
我们人数不多，唯有借势方可破敌。孺子可教也。是军师大志，恳倾囊相授。我教书14年，半生成事不足。如今你我便用这双手，这满腹的拙技，替主公，替天下，再看万世太平。这回是有办法，老东西，交出来！大爷，别动我吧！大爷，大爷！长工，江匪的哨探都射杀了吧？都射杀了。哎呦，将军，快救我们！你们这是？我等是临江沿岸的渔夫，听说将军要征伐江匪，我等几人便前来相助。眼下我等有70余筏渔船，假若将军要用，我等均倾力相助。听说林子里埋伏了6000江匪，将军，您可要当心呐！将军莫要谢我等，是盼着将军能赶走江匪，让我白鹿郡的13万百姓能活得下去呀！是啊，将军。将军，老人家请起。老人家，请起。老人家，我等来白鹿郡就是为了剿灭江匪，定不会辜负老人家的期望。多谢将军，多谢将军，多谢将军。陈胜，你送几位回去，务必小心些，莫让江匪盯上，免得报复。是，东正。老人家们，请随我来。好，走，快走。多谢将军，多谢将军。沈家桥，你率1000人留在此处，若有江匪逃往城中，便将其截杀。若是势不可为，便藏匿在附近，再做打算。是，东家。余下的人，点齐刀剑、火油，随本将军攻入江匪的渡口。是，好。记着，我等不善水战，能火攻便火攻。是。起风了，看来这火是要烧起来了。舵主，这小东家已经开始动手了，这帮江匪应该活不了了。我曾见过小侯爷一面，难得小侯爷替我斟了碗茶。我在想，他这样的人，明明继承了小侯爷的遗志，却偏偏不把王朝放在眼里。他是个复杂的人。我忽然觉得，他跟我是一样的人。我10万侠儿成军，30州聚义，小东家斩奸相奔草原，却以苦民百姓成军。他不知晓，他实则也是个侠儿，侠胆异常，却又怜悯苍生。百姓敬他，送了他乌篷江船。我估摸，这一仗他要赢了。舵主，若不然，先强占了白鹿郡，以白鹿郡为根据，再占附近几郡，之后再入蜀州。我晚了一步。舵主，这并不晚呢。我是说，比起小东家的救国大义，我终归是晚了一步。舵主，我等算不算是隔岸观火？小东家会赢的，得空的时候，我再好好与他相谈一番。这个小东家似是不能拉拢，连内城的常状元都无法成功。不是拉拢，
而是合作。慕云州那边早晚会有大军攻伐。那个盲眼的定南侯，奸恶非常，有的时候我真想杀了过去，与他换命。哎，想想罢了，莫要做傻事。江山务农，烟雨遥。10年一剑，斩黄巢。有些事急不得。东家，这次收获了近100艘战船，财宝、粮草都有。天知道这帮江匪到底刮了多少民脂民膏。木哥，城头的旗子我都抄好了，以后就是咱们家的了。微风，东家，你那边如何了？江匪啊，拿百姓要挟，骑兵营啊杀红了眼。嘿，救出百姓后啊，沿着江边追杀了10几里，我也没管。嘿，尸体啊是铺了一路，剩下的那些活着的江匪啊，胆儿都吓破了。做得好！我等从边关回来，他们是为百姓在守国门，自然见不得这帮江匪欺辱百姓。走吧，回白鹿郡。哎，东家，那个打伞的在这里等您呢。多谢李总舵主相帮，区江匪罢了，算不得什么大忙。素闻小东家是个步步为营的人，今日一见，当真是如此。李总舵主想说什么？你定然知道，慕云州是不会让你做大的。陈长庆会带着万数的大军前来攻伐你。你是个聪明人，知道扶风城守不得，所以才取了白鹿郡作为据点，想以江险拒敌。而蜀中的3个蜀王，也绝非善类。若是你入蜀的第一战打得不得意，辱了天下第一布衣的威名，那定然会有人来讨你的大逆不道。道理很简单，自家的屋檐下，哪容得别人站着避雨？李总舵主，你说了这么多，到底想说什么？我想跟你合作。比起蜀州，还是慕云州更适合我。但你我都知，慕云州有大军，更是傻子皇帝的朝堂所在。陈长庆若是来攻伐你，你我联手，我帮你把他打烂。陈长庆一旦兵败，你便有机会去慕云州。不想与你争蜀州了。即便我赢了，也是头破血流。你身边的军师，你的战将，有许多都是大才，而你的这位弟弟，更是万中无一。木哥，他夸了我的。陈长庆一旦身死，新皇无所作为，你便能取慕云州了。可惜了，朝堂之上的小侯爷满腔热血，赴了一场空。你识得侯爷？识得。那一年，我入长阳行刺皇帝，失手之后被奸相的人追得退无可退，是小侯爷救了我。小侯爷说，这天下间能让他亲手侦查的人不超过3个，但还是给我斟了一碗茶。他还说，不管是明是暗，想救天下的人都不该死。
好，你我便合作这一场。若是赢了，你我都无后顾之忧。我入蜀中，你去暮云州，也算是两全其美。李总舵主，请一步。请。李舵主手上有多少人马？8000遐迩，2万跟随的义军。陈长庆有7万水师，他会以皇帝的名义令沧州出军，加起来至少13万人。另外，他还招募了许多溃军将匪，再加起来不下20万有余。但你我短时间内只有6万。战船更是寥寥无几。小东家，这一仗你敢打吗？敢打。如果有选择，我亦不想打水战，但你我没有第二个选择。陈长庆一旦登陆，以蜀州边境的地势，你我必败无疑。水战是唯一的机会。但你我的胜算不足30%，不少了。这还是加上你的志气，还有誓死不畏的士气，否则的话，1成都不到。李舵主还真是实诚人。没办法，你我是同一类人，明明是无根基的狂徒，却偏偏想救命安天下。李舵主觉得，这暮云州的大军何时会来袭？他要调兵，要招安，备粮草辎重，动用民夫。我估计，短时间内不会有动作。另外，我懂些看天的微末本事。明日过后，湘江会入一场雨季，所以，接下来这1个月，便是你我最后的筹谋。李舵主可有良策？古往今来，兵力势危之下，必有借势，方能有一丝胜机。譬如说，小东家先前攻打江匪，便是借的火势。还是用火攻？陈长庆久居湘江，虽然奸猾，但绝非庸碌之辈。莫要忘了，他可是跟着小侯爷一步步打下的定边大将。这我知道。所以，他必然会防火攻。这段时间，你我多取战船。白鹿郡附近有一个水寨，我寻思，想必能巧来100艘战船。另外，在白鹿郡内有一个造船的韦家，小东家可亲自前去拜访。至于另一边的水寨，100艘战船，我带人去取，没问题。水战我来打，小东家可得想一个奇招，方能破掉陈长庆。小东家，告辞。四虎，去拿把伞。木哥，要去哪儿啊？吃羊肉汤子，再晚半个时辰就收档了。啊，那赶紧的呀！哎呦，木哥，这不像喝羊肉汤的地方啊！徐将军，幸会幸会。哈哈哈，这边请。我家小院儿还行吧？哈哈，请上台。徐将军，请入席。
哎呀，木哥，还真有羊肉汤啊！听闻徐将军要来府上，老夫特意备了菜。徐将军吩咐我等要做一份羊肉汤子，啊！木哥，多谢韦家主。哎，徐将军，您可是给我带了一份大担。不过这500人的战船做起来颇为不易啊，主要还是时间紧迫。并非是要新造，也可用商船改建，而且只要3艘。这船钉和木料，我会派人送来。来，木哥，但还是非常困难。徐将军，可有图鉴？徐将军，这是甚船？老夫竟从未见过。盾船。盾船，从模样上看，连船舱都未开启，如何射杀敌军呢？而且，既是主船，为何要加船桨呢？这你不用管，我自有安排。徐将军，老夫做这造船的营生已有30-40年了，从未见过如此的战船。这船帆之下皆用铁皮蒙蔽，老夫只是觉得有些浪费了。不仅要覆盖铁皮，这船的2侧还要预留排孔，用于存放油柜、重弩。回家主，我听说你曾为江匪造了许多船，怎么能给江匪造，为何不能给我造呢？为何不能给我造呢？徐将军，您既已如此说了，老夫岂敢不效全命？我相信韦家主的本事。造船之事，切莫让其他人知道。劳烦这半个月，韦家主便在船厂小住。这个是定金。我知道韦家主心里怎么想的，无非是担心我徐木哪天在江上被人给打死了，你们韦家便做了无用功。但我相信韦家主是聪明人，韦家不缺这一场富贵，但是缺一个飞黄腾达的机会，而我徐木就是你韦家要的这个机会。哎，四虎，走吧。这徐将军果然是位高人。徐将军回来了。我等刚去驰援，便听李小婉将军派人回报，军师在峡谷伏杀，将2万敌军打得雕盔弃甲，死伤大半。他们打赢了！徐将军真是捡了2个能文能武的宝贝啊！军师诱敌入峡谷小路，李将军的后方以火势堵住去路，前方则是箭雨，2侧巨石不断从山谷上推下，后又添了一把大火，2万敌军死，全被歼灭。侯爷，您的孙女当真是成才了，您在天之灵也应该瞑目了吧？将军，现在扶风城已经安全了，不久后军师会带着李将军到白鹿郡部署，
扶风能赢了3000精兵，嫂夫人他们不会有事，请将军放心。徐文，这10日，你便在白鹿郡和扶风城招募新兵，新兵就交给微风训练。白鹿郡是我们的根基，一定要重兵把守才行。对了，徐将军，还有一事，听说那位30州舵主已经打下一个水寨，缴获战船近100艘。这么快？那些小二军也不是怕死的。听说在攻寨的时候，有些人为了抢夺寨门，直接乘坐火房，赴死烧门。将军，我便先回扶风城。若不是这场降雨，我定要杀向蜀州。那是自然。侯爷兵威强盛，贼讯当大破徐贼。程鲁啊，最近你的嘴巴是越来越甜了。莫不是心虚，做了什么对不住我的事吧？侯爷，我怎敢啊！若非是侯爷，我早已经死在长阳了。你记住，你的命是我留下的。是。远安现今如何？陛下听从了侯爷的意思，正准备发圣旨，招安慕云州和沧州2地的江匪溃军。另外，沧州那边的莫老头在接到圣旨后，也已经答应出兵了。程鲁啊，我问你，小侯爷死的时候，为什么选了小东家这个白衣白身，而不是选我这个征战南北的大将呢？那是小侯爷他眼拙，看不出侯爷您的身子上分明有金龙萦绕的气息呀。金龙萦绕，哈哈哈哈！说得好，我程长庆却是金龙萦绕之人。传令下去，雨季一过，慕云州20余万大军1000艘战船杀向江西。这一次一定要杀了小东家，更要占领蜀州。是。沈哥，东家，运来的木料已经派人送到城南的官仓了。来，沈哥，坐着喝杯茶。东家，若是哪日需要我，莫忘了我，我陈胜尚能握刀。沈哥，说现在还是一个盛世，你说你我会如何？或许我就只是一个马夫，但我不会流离失所，更不会让妻儿吃不饱饭。可如今并非盛世，我只恨自己断了一臂。心中有刀，则万物皆可为刀。心中有刀，万物皆可为刀。沈哥，其实我早就想过了，说过这依然是个盛世。我想你也不会是一个普通的马车夫，因为我早就看出了你的不凡。
东家说的可是真的？你有一颗赤子之心，在这个乱世难得可贵，已经超越很多人了。东家说是，那就是。打仗不只是要死人，也要花很多的钱。采薇替我看着庄子，周孙周洛他们打理商道，吕凤陆劳帮着酿酒。而这军中的事务，我能依靠的只有你。东家，我做的不够好吗？不，恰恰相反。我曾听说过一个词，叫人体代偿机制。你虽断了一臂，挥刀不如前，但是却大大的激发了你的统筹能力。后勤是大军的保障，若是要打胜仗，稳定的后勤必不可少。你的刀就该用在这儿。东家，我晓得了。之前夫人教我读书看账，那些东西犹如天书一样，我看不懂。可自从咱们打了望州回来以后，我愈发觉得自己看得清军账，算得清辎重了。胜哥，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迎来属于我们的盛世。老道那边的铁弩你帮忙盯着，还有雨季要到了，那萧石做的炸药要用油纸包着，避免防潮。这些是破敌的利器，或许也是改变战局的关键。走，东家，做好了的。自己人。东家，我去看看火油，你们聊。不请我入座？李总舵主，来的时候能不能走大路啊？都没看清楚，搞得我很紧张，好不好？抱歉。李总舵主，请坐吧。请。附近的两伙江匪已经都让你我捣尽了，所得战船不过200余艘，所乘不过10000人，加上之前征召的乌篷小江舟，不过100之数。在下想问，小东家可是有良策？毕竟以陈长庆的声势，借着陡剑的冲锋，他定然是要打接弦水战的。火攻之法，我定然是有，但是陈长庆他也不是傻子，不会把船聚拢在一起，那火便烧不起来。小东家既已想到了这一阶段，想必自然有应对之策。那陈长庆发了讨贼逆文，江边的百姓已经捡到了。那逆文我看了，说是要起100万兵甲讨逆你这反贼，而且要与蜀中3王一同举兵四面攻杀白鹿郡。蜀中3王不用担心，他们号称100万兵甲，但实际上只有20万人。这独眼龙很有信心啊！你可否想过，为何一个蜀胆之人却要发出诏书？他是要趁乱入了蜀中，他要做皇帝。有理有据，那无妨，我们便顺了他的野心，如何？是这个思路啊，可是这办法我想不到。哎呀，这一仗打得痛快，打得漂亮。哎，主公，文龙先生，李小
李将军。小东家，我们赢了。我说了，我是李家之后，我可以的。文龙让主公担心，愧疚难当。两位打了胜仗，可喜可贺。李小婉，以后你的兵你自己带，军号便叫做李家军，如何？当真？自然当真了。好，酿酒的，你记住了，你要手拿白鹿郡无暇顾及庄子里的事儿，我就替你守好这扶风城，保护好采薇姐，保护好庄子里的人。爷爷留下来的信，我看了无数遍了，我李小婉定能在这乱世有一番作为。好，不愧是我教出来的徒儿，虽是倾国，但亦有报国之志。我相信你。我也相信你。好，等我回了这扶风城，便要告诉采薇姐，咱们这仗打得有多痛快。文龙先生，这一仗你来了，我便心安了。主公，天不怜我，我便自救。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，会有更多的豪杰愿意跟着主公一起。走，带你喝杯热茶，顺便领你见一个人。好。文龙先生，让我李知秋亲手侦查的人，这天下间不超过3个。又是这烂到姥姥家的台词，真是听了1万遍不止啊！在路上之时，便听人讲了，陈长庆的大军欲犯江而来，号称100万兵甲，讨逆主公。李舵主能与主公联手，但敌军势大，需做好万全打算。不知文龙先生有何妙计？回来之时，我一路在想，能否出齐军。齐军正面迎战，我等击无胜算，唯有一个齐字，方能令敌军措手不及。文龙先生此言大善。所以，船上之战只是一方面，水底我等亦有作为。李舵主可组一支水鬼，作为死士，凿穿他们的舰船，当有奇效。这若是以斧凿击穿战船，无疑为天公说梦啊！这法子行不通啊！哼，李舵主，且听我说完。先前主公提出要用火攻，想必尔等心中早已有了对策。若是陈长庆的大军泛江而来，那盯着的东西是主公的船还是人？都想使用火攻出奇，却偏把目光都放在了船上，反而是若是以人出奇军，则奇效更甚。我让主公组建水鬼的目的，便在于此。我知晓主公在研发一种类似火油的物件，那东西能在水下爆炸。先前我便听到了声音。若要使用这种东西，那500水鬼便很难活着回来。但想打赢这一场，终归是要有人去赴死。我知晓的，很多人都称我为毒恶。我并无生气。这天下间，哪一轮的日月换新天，都是战争与血的洗礼。教书14年，我怎不知安定天下是为厚泽民生？但500水鬼仍赴死保家，亦是英雄。若能大破陈长庆，百姓得以生息，主公入蜀之事将势不可挡。便如文龙先生所言，
这一战你我退无可退。这水鬼之事，你去还是我去？我去。你做水鬼是？老爷子这行啊，这上哪儿去的？不是送死吗？这个对呀。抚恤金200两。200两啊！差不多200两。当初我跟着小侯爷攻打北狄，在河上搭浮桥，做过水鬼。如今你们看，老子不是活得很好吗？是，真是法精英了吧？啊，真是。许将军莫再犹豫，我等也知许将军是救天下的人。誓不赴死，打个鸟毛的仗！老生的湘江，就如浪里的白条。给我一把锉刀，我能把木中的楼船捅破。这受得了的！你送我一个，若不幸一死，拜请各位同僚，大胜之日，敬我3碗水酒。好，取酒。是。乌州的天下，这暗沉沉的世道，终归要有万千英雄，报以舍生忘死之志，将父老妻儿护在城墙之后。我徐穆敬拜白鹿郡500骁龙，当有一日，蜀州的安定，天下的太平，当如尔等所愿。徐将军，你且瞧好了，老子们便是湘江上的蛟，定叫敌军有来无回。徐穆，跪饮。徐将军同饮，同饮，同饮。东家，韦家那艘战舰快要建好了，一会儿随我去趟韦家。东家，我们真的能打赢吗？敌军势大，更携着那傻子皇帝的圣意，看起来我等更像是个贼党。陈先生，你知道，我这一路都是杀过来的，很多时候，我约莫觉得自己是死了，但终归，我都从尸山血海中活了下来。东家你是帝民，东家站在此处，那湘江的江水就似乎更加汹涌。若是让我所言，那便是有真龙在此，将引来翻江之势。陈先生有功夫琢磨这些反诗，不如多帮迎兵扛几袋河沙。是。韦家主，那船可造完了？除了接龙骨和船身蒙铁皮之外，余下的活儿都不费什么时间了。但是这船下水的情况，到目前为止，我还是不能确定啊。毕竟在此之前，我韦家还从未造过如此之船，而且还是改建的。再过8日，能下水吗？徐将军放心，即便老夫不眠不休，定会如期交付。韦家主是聪明人，劳烦韦家主了。哎，东家，我观那战船，造的有些怪里怪气的，
好似一只大蜈蚣。不过又当如那玄武神龟镇守北地，当有帝者之气。正所谓小计谋财，大计谋国。胡师这一回从征大胜，受奖封爵，可喜可贺呀！我胡家要的可不是这些东西。胡师，那是什么？云从龙，风从虎，而我胡家也到了该抉择之时。陛下却在墨云州。陛下是那位缩在龙椅上的陛下吗？是。胡师，听闻蜀中最近有一个中年文士，有些技艺被人称为毒恶。听过了，不知是何人取的名头，一个郁郁不得志的教书先生也能跻身幕僚之席了。哼，这天下间唯有凉州的那位才配与我评论毒恶，便如史书上那些阿猫阿狗，只增笑耳。这一场要定天下了。暮云州的那位如龙，昨日登了云塔，好一番装模作样。他想做什么？约莫是在祭天，祭陈长庆的20万大军，想一朝成龙。一朝成龙？看来他这是想做皇帝啊。若是陈长庆趁机攻入蜀州，再加上沧州的不作为，则湘南3州尽是归于他手，3个大州的疆土足够他起事了。这个如龙是什么人？叫胡白松，人称如龙。若是有他随军出征，我担心被看出破绽。这样的人怎么会选陈长庆？云从龙，风从虎，便如我一般。魂龙先生可有办法？腹中已有良策，到时我会搅乱胡白松的目光。主公与李舵主只需按照原计划行事，无需过多忧虑。文龙先生，这一场你必将名震天下。我与主公一样，还是更喜欢藏拙，大器藏拙，方能出手击伤。但眼下我约莫是藏不住了。今日的雨似要更大了一些，物极必反。再过个几日，雨季将过。等雨季一过，狗夫陈长庆自然便要挥师而来。文龙，那接下来我们该如何配合？主公，明日我会让阿弟带我去江边福山寻一高处，届时我会看到整个江面。待到战时，我会发出信号，主公且根据信号执行战术。李舵主，你看这雨势约莫还有几日会停？约莫5日后会停，但要江水平缓，还需2日。
也就是说，7日后便见生死。军师稍坐。辛苦阿弟。这里是福山的制高点，足以目测整个战局了。信号剑可在。军师放心。阿弟，你虽是个孩童，或许此番话，于你我才能讲出口。军师，你说吧，我听得懂。试问你的这些老师中，哪位教的最好？自然是您，但您看起来比那3个老鬼安静得多。为师我是个平静的人，平静的教书，平静的伺候卧榻的妻子，直至妻子死去，我葬了她，后一把火烧了屋头，直到走到今天，我一直很平静，但不知为何，今日我心血翻涌。秀才爷爷说过，世道的污浊需要有人来清除。瘸子爷爷讲过，就算天下不公，总要有人铲平不公之事。打铁爷爷说过，谁要是不听话、不服管，那就狠狠地揍他。好，说得好。哪日小东家要是打不动了，你莫要忘了，你的娘亲、你的姐姐，甚至是你自己的命，都是小东家救回来的。阿弟与其他小儿不同，阿弟虽小，但亦跟着娘亲，跟着东家，见过经历许多。阿弟知道，阿弟要成为什么样的人。徐墨，你是朕的托孤大臣，好吗？爱卿，你可是答应过小皇叔的，小皇叔若是在这儿，他绝对不会让你这样做。徐墨，徐墨，徐墨，你这是要做什么？陛下，你该并天了。陈青，还好你在。陛下，你该去冰天了。哈，不好意思，陛下，本侯说错了嘴。应该是陛下该去祭天了。陛下，大战在即，还请陛下祭天请愿，恭送我等大胜而还。朕专奏。陛下放心，本侯乃是大计最大的忠臣，这一次定能正我朝堂之威。胆敢对我王朝不敬的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望陈情凯旋。陈长青，你的死期快到了。瘸腿，我尽力了，3艘盾船，12把重弩，1000包火药，我已经尽力了。他总是在逃命，什么时候才能争气些，把整个江山打下来？我儿李破山岂是一懦夫乎？
他枭首破敌7000里，兴了天下。他是我儿。你儿在草原上？不，他就是我儿，是我们的儿。对，等他打赢了回来，一定要让他们挨个给我们敬酒。他说过的，要给我们养老的。对呀，来，我儿，我儿，死不掉的。他们走了。回陛下，走了。奴才担心定南侯大胜归来，恐会下手让陛下退位让贤。朕就不明白，那些定边大将，那些王爷，为何都瞧不起朕？也好，他们越瞧不起朕，朕就越有机会扮猪吃老虎。陛下，莫非已经有所安排了？你觉得这场大仗谁会赢？老奴觉得陈长庆会赢，整整的20万水军，奴才实在想不通那小东家如何破局。哼，你错了。你是何人？没有人会比陛下更了解那徐不疑。他就算是输了，也会狠狠地咬陈长庆一口。不过没有关系，无论谁赢，他们都会削弱彼此的实力，而陛下将会成为最大的赢家。陛下，这位是？这位是大计的国师，参见国师。素闻小东家屡有奇招，将军要小心那徐贼，借东风火攻啊！军师啊，我陈长庆以打水战而闻名天下，且不说他那一把火能不能烧起来，就算烧起来，又烧得了我几条船？可别忘了，我的船队可进也可退。当年我陈长庆率3万水军，硬生生将那叛贼的6万水军尽数打沉。莫非他以为我是个庸家，不识兵法的吗？将军韬略无双，此战过后，将军势必要夺天下。起初我只想做个定边将，可现在做了这个侯爷之后，我才发现登高眺望的感觉实在是让我欢喜。如龙先生，你知道吗？从离开长阳开始，我便一直在想着那张龙椅。凭什么那个废物做的，而我却做不得？哈哈哈哈！将军乃不世之才，臣愿辅佐左右。如龙先生当初提点的挟天子之计，真是妙不可言。若要我陈长庆说，这天下间的善谋之事，如龙先生定当排首位。哈哈哈哈！这天下间，
唯有国姓侯视为雄主，可奈何英年早逝。至于什么一品布衣、30州辖总舵主，都是无用之功。他们啊，便如朝生暮死的蝼蚁，昙花一现罢了。唯有将军才能接管这天下。吴陈长气，暮云州定南侯封讨逆诏书，率100万兵甲、万艘战船，绞杀徐贼。若有相党者，就地格杀！杀！文龙先生，炸药都用油纸包好的，短时间内不会进水。诸位英雄，都熟悉怎么用了吗？申哥，他们都会了的。替我告诉主公，且看着我贾文龙定把那暮云州的狗头军师杀得跳江赴死。文龙先生，我等准备好了。诸位好汉，且去吧。若我等回不来了，还请军师告诉主公，老子们吊着卵，无一人惊，无一人退。没错。我等便去了。誓不赴死，打个鸟毛的仗。老子生在湘江，就如浪里的白条。给我一把锉刀，我能把梦中的龙船给捅破。我跟着小侯爷攻打北狄，在河上大浮桥做过水鬼了。如今你们看，老子不是活得很好吗？你算我一个。若不幸一死，拜请各位同僚，大胜之日，请我3碗水酒。我等拜别文龙先生。山河才有人守。事不及数，气不及良，唯有舍生忘死，以鬼雄之勇破开千军万马。我贾文龙恭送诸位英雄。终会消失，沿着一步点亮后来灯火。沉默就是离别。诸位，莫要忘了我等为何走上这狭隘的道路。朝堂腐败，内忧外患，我等要做的就是推翻旧朝，建立一个全新的王朝。唯有如此，这万万里的天下方能拨乱反正。此一战，乃我等立身之根本，退无可退。随我登船。天涯之间已无退路。当真是江山雾笼烟雨遥，10年一剑斩皇朝。徐将军，李知秋已经带了人马先行示阵，令我部3000水军正埋伏在沼泽林子中，魏疯则带着轻骑在林外守候。军师呢？先前派了人过来通报，500的水鬼已经蛰伏好了。徐将军，我等何时动身？时机未到。江面狭窄，虽然易于埋伏，但是3艘盾船，这般出击，只会被敌人围堵在外围。通知兄弟们，准备好葫芦的火油，
时机一到，我们再烧船。是，木哥，现在都是。你知晓了，我便是要杀入敌营的好汉。会有你表现的机会的。东家，还是东风。再探，若是有信号，立刻来报。是。诸位，天下都以为雨季一过，唐穆云州号称100万的兵甲奋相攻来，我白鹿郡必败。但是，我早就说过，我等皆为讨命而来，如今的局势，不是我等生，便是死。握紧自己手中的刀剑，问问自己，是不是调卵的好汉？是。列位袍子，妻儿父老皆在我等身后。先有江匪夺我一时，又有敌军犯将欲要毁我家园。大丈夫生于天地间，当以3尺刀气筑城墙。今日临江二郎共赴江川，若不幸战死，恭请回英雄祠。这场仗若是败了，即便能活，我们也会像条狗一样被人追着打，永远没有翻身的机会。弟兄们，我们誓死守卫白鹿郡。天下这般污浊，终归要有人扫。我等这一仗，便是拨乱反正，还天下一个清白人间。所有人，准备战斗！魏小武，在，把徐子淇插在船头。将军，若是如此，敌人就该认出帅船了。莫管，按我的吩咐做。是。这层层杀局已然布好，只待东风有变。不问封侯，不问庙堂，只问此心可有人归降。不求留名，不求松章，但求乱世尚有人当。遥望左中归黄土，谁记烽火来路？若生时只是结束，此生愿染成苦楚。若山河中须该兮，谁披荆？